特別關注，前段時間我們跟徠卡達成了一個全球影像的一個戰略合作的升級。那麼這個戰略合作升級呢，我們前段時間呢，大家前幾年我们是联合研发，那麼現在在這個基礎上呢，我們引入一個全新的叫戰略共創的模式。它是什麼概念？是我們雙方呢會從產品的原件就開始做深度的共創，能夠最大化的融合徠卡100年相機的專業光學、設計美學和交互的理念，來去徹底去重構移動影像。那麼這就是我們這一次合作升級的目的。所以呢，大家期待的小米4T Ultra就是這一全新合作模式下的首款產品，並且我們將在夜景的畫質和長焦的創作方面，給大家帶來一些跟以前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我覺得一種體驗的革新。哇塞，給大家畫一下重點啊！盧總剛才講的叫做夜景畫質與長焦創作方面都能帶來顛覆性的體驗革新。對，這得劇透一下哪些顛覆式的革新啊？我們小米45 Ultra 代號夜神，我們這一次的設計方向呢，依然它的代號也是夜神，但是新一代的夜神啊，一定会上一個大台階。所以呢，在硬件的配置方面，依然採用的是最頂的叫1英寸主攝和2億像素長焦。在發布小米45 Ultra 的時候，我說2025年1英寸主攝加2億像素長焦，可能它是唯一。一年過去之後，大家發現是不是？應該來說，我們還是唯一的組合。但是這一次，我們繼續沿用了這樣的一個配置，但是各自都有很大的升級。都有很大升级，就是主攝和長焦，我們都做了升级，都有升级。来，首先我們聊一下主攝啊。主攝的話，刚才講，首先是1英寸的傳感器。1英寸這個傳感器的話，其實大家知道我們的其實光學系統很強的，有的超純的光學系統，GPP 的鏡頭模組，然後每一個鏡片呢都做了主片的鍍膜，甚至連外面的鏡頭的蓋板。玻璃蓋板我們都做了超硬基反的鍍膜，能夠顯著的來減少像眩光啊、鬼影啊，讓我們的整個的畫面非常的純淨。但是，這一次我們這顆主攝在1英寸的基礎上又加了 Logitech 超高動態技術，並且是第3代 Logitech。第3代 Logitech 超高動態技術。對，我覺得這個雖然我們之前講過啊，但是這個第3代的優勢在哪兒？盧總，要不然再給大家科普一下。其實它特別重要的就是說，我們如何把超高動態範圍去做好。因為動態範圍的話呢，它是設備有時候去記錄最亮和最暗處的細節的能力。那麼經常會發現，要麼最亮的地方是一片死白，要麼最暗的地方是什麼？是一團死黑，看不到細節。但是如果我們的動態範圍越寬的話，照片就能夠越接近我們人眼在現場看到的那個效果，就是它可以讓你做最大化的去做還原。所以跟上一代相比，這次傳感器的動態範圍提升了10幾倍，提升了10幾倍啊，所以非常非常強。這個提升的幅度很誇張啊。对。哇，這次的夜景就是更值得期待吧？看看我們的夜神。那麼我覺得是什麼呢？就是我想跟大家說，我們在拍什麼時候，它會特別呈現呢？就是拍煙花。沒錯，是吧？確實是。拍煙花，大家去想想，第一個是亮的，是特別特別亮，是的。暗的就是什麼？特別特別暗。沒錯。並且五顏六色，並且速度特別快。沒錯。所以前段時間呢，我們應該說拍到浏陽去拍了。瀏陽的煙花，我覺得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照片樣片。現在就可以看樣片了。現在看一下好不好？我的天，我們這次這麼自信嗎？樣片這麼早就爆出來了。來，大家看一下，我們評委評審一下，哇，評論一下我們這個樣片拍的怎麼樣？我的天，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拍的非常好，讓我先仔細欣賞一下啊。來，我們導播給一個特寫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覺得這真的是我們小米17 Ultra 的樣張首爆。該說不說，這張照片拍的是真的很厲害。因為拍煙花呢，應該說是夜景拍攝裡面最難的一個場景。剛才盧總也講到啊，煙花就是轉瞬即逝，所以你要捕捉這個瞬間就是很難的，並且呢，它的光比特別大。你看夜空是黑的，煙花中间呢又特別耀眼，這種高亮，對吧？而且煙花顏色也很豐富，所以你要想在這種環境裡面做到亮處不過曝，暗處不死黑，其實挺難的。並且有些煙花場景啊，你乍一看不錯，但是你仔細看的時候呢，又会覺得它模糊發霧，所以它對手機的光學素質其實要求很高。這張照片我覺得真的是非常，並且最關鍵的是，
還有一個盪秋千的小姑娘，其實她的剪影拍的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沒錯，就是細節還原的非常豐富，每朵煙花的形態都很清晰，細節都還原的特別好啊，而且高光壓的也非常好，一點都沒有過曝。當然，這只是我們在里昂拍的很多樣片中的一張。哇！但是這是我們最早爆這個，對，我們以前從來沒有這麼早的爆出過樣片哦。對。哎，但是其實我們這樣看啊，因為這是打印，這個 KT 版打印它有點反光，大家可能看不清楚。所以這一次我覺得應該來說，我覺得大家可以非常期待，因為很快過年了，我想很多地方放煙花，我就拿着我們小米17 Ultra，我就可以拍出非常好的烟花。你可以看看你自己相册裡以前拍的煙花是什麼樣子，我想這一次真的讓你拍出來的，可以讓你非常非常的自信的去發朋友圈。所以盧總，您要不把它也发到社交平台上？因为我們這樣看因為這個 KT 版打印會有反光，看得未必非常的清晰。好，我覺得我請工作人員幫我把它發到我們的這個社交平台上去，把那樣片，好不好？好呀。好啊，那我們還有其他的樣片嗎？我覺得樣片，我覺得今天就是一張就好了。但是我想告訴大家說啊，這是拍照片、拍視頻的能力更強啊！哇，尤其是夜景視頻啊，就拍夜景視頻能力更強。那麼我想過幾天啊，我們再放一些，是吧？出去好。可以，我覺得盧總對於主攝的這個爆料呢，還算是有點誠意，畢竟樣片都拿出來了。那要不然咱聊聊長焦唄？您剛才都已經說這個長焦有體驗式的革新，這個顛覆到底到什麼程度了？首先是我覺得是我們小米4 Ultra 搭載了2億像素長焦，這個長焦其實到今天都是非常非常強的啊，非常非常強的。但是我們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又做了一次大的升級，並且我們的製程做了升級。製程做的升級是帶來什麼？帶來它的先進的製程，帶來什麼？非常低的功耗。沒錯，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什麼？我們還搭載了一個我們認為未來的長焦光學技術，但是我們用到這一代去了。它會是我們認為是代表着未來的手機長焦的一個技術的方向，並且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這一顆長焦可能是小米甚至是整個行業有史以來最複雜的光學結構。我的天！對。但是呢，今天呢，我想我就不給大家去爆工作料，我只給大家呢看一下我們上一代有多大，這一代的，要不你給大家看一下，這是上一代的體積啊，這上一代体積，再給大家看一下这一代的体積。是这一代的，我来，你光看一下體積。來，麻煩導播幫我切一下啊，可以看一下這個對比。我看啊，這樣怎麼能看清楚？再轉一下，再轉一下，對，這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了？我用一隻手來拿，這樣更清晰。大家看得很清楚啊。放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這兩代光體積就差別就非常大。因為小米17 Ultra 的長焦鏡頭呢，比小米15 Ultra 光體積大了35%，並且內部的結構極其的複雜，所以說到時候我覺得大家看效果就可以了。哇，並且啊，這一款長焦還獲得徠卡的 Apple 光學認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Apple 光學認證？哎，這個還是有點。如果知道的話，我就可以大家在評論區打一下啊。那麼 Apple 光學認證呢，是徠卡相機裡面最高等級的認證啊。它代表了什麼呢？它代表的是說 Apple 的話，它叫 Apple Chromatic，它翻譯成中文就是輔消色差的意思。那是什麼概念呢？是它用它的特殊的光學設計呢，可以減小色彩。就可以讓紅、綠、藍3種不同的顏色能夠非常精準的落到同一個焦點上去，能夠顯著的減少逆光和夜景畫面裡的紫邊和綠邊，從而什麼獲得較高的解析力和更加銳利的畫面和更真實的色彩的表現。真不錯。所以這就是 Apple 的代價值，並且普通的徠卡相機鏡頭，例如35毫米 f2 光圈的近焦鏡頭，價格大約售價3萬多，大家到鑑賞平台去查一下。但是如果你這個鏡頭的獲得了 Apple 的認證，大概賣到6、7萬塊錢，大概基本上就是2倍的價錢。所以大家知道 Apple 的價值。同時，我們小米17 Ultra 的這一顆長焦鏡頭，它在成本上面也大約都是小米15 Ultra 的2倍。所以都是叫2億像素，但是大家發現2億像素完全不一樣，多了一個大升級，成本也是2倍。所以我們這次在長焦上的投資也是巨大的哦。對，就是為了能夠讓夜神更厲害。所以今天呢，我講在相機裡面去介紹現在啊，我就總結一下，就是第一是主攝是1英寸，但是 LAWFIC，長焦繼續2億像素，但是這個2億像素是一顆新的製成的2億像素，並且帶來一個新的變焦的功能。這個變焦的功能應該來說是非常非常強，並且還獲得了 Apple 的光學認證。所以這樣一個組合啊，1英寸加2億長焦，
可能在2026年都非常少有，但是1英寸老飞盒再加2亿的厂家，再加上我们的新的技術，這個配置組合，我覺得大概率也是2026年的唯一的一顆。我就是這麼自信啊！哇，這麼自信嗎，盧總？對，哇，這才叫 Ultra 嘛，謹言慎行。對，這才叫 Ultra。我的天哪！為什麼叫 Ultra？大家記住了啊，盧總說了，我們小米17的 Ultra 是26年配置最頂的影像旗艦，這個配置組合呢是26年唯一的一個。哇，太自信了，絕對是最強的 Ultra 了。我覺得盧總雖然也算謹言慎行啊，但是就目前的透露的信息看，這次影像確實給的很滿。對吧？但盧總，我代表這個網友問一個問題啊，你看我們這個長焦的模組，我覺得它最大的問題是它好大呀，体積大，对吧？对，因為我們畢竟是手機，所以其實大家特別關心我們整個手機的手感。我們這樣大的模組會不會讓這個手機變得非常的厚重啊？這個呢，我們在做這款產品的時候已經完全考慮到了啊。哇，這次小米17 Ultra 啊，我想告訴大家是小米有史以來最薄的一款 Ultra， 最薄的一款 Ultra， 有史以来的 Ultra 裡面最薄的。12、13、14、15、17，我們几乎款。大家去看一下前4款的厚度，這個我覺得它是最淺薄的。所以說它的手感大升級，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非常值得大家期待一下啊！哇，天哪！你看盧總剛才給我們爆料了我們的影像實力，也講了這是我們 Ultra 系列最輕薄、手感最好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那我們前面聊了不少，其實我看到網上也有很多網友的提問，我們也專門收集了一波啊。接下來呢，我就請盧總來解答咱们大家關心的問題。哎，對。好，來這次呢，我們為了讓大家看清楚，我還專門準備了道具。你看啊，我們第一個問題，小米17 Ultra 發布時間為什麼提前了？因為在發小米15 Ultra 之後呢，正好是春節後。春節後的話呢，發完之後很多用戶就批評我們說，年都過完了以後，你把這個手機發了，你為什麼不年前給我們發？發了之後我買了之後就可以過年去拍很多照片，是吧？所以我們一想，所以我們基本是說我們春節前發。後來我說為什麼不元旦前發呢？所以我就跟我們团隊說，像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在元旦前發。所以這就是響應大家的需求，然後呢，讓大家在過元旦、過春節的時候呢，有一部他們特別喜歡的手機拿回家給家人去拍照，跟朋友是吧？是，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呢，在過年期間有非常多的很多地方放煙花，對，還有很多非遗的表演，像打鐵花呀、隆冬啊、火鍋等等，這些其實大家以前的話去拍了很多照片，最後發現，哎呀，發不了朋友圈，對，就覺得拍的不夠理想嘛。這個，所以我們這次說，行，我們把小米17 Ultra 一定要在過年的時候讓大家把這些東西拍好，還能夠去分享。哎呀，我感覺到了，盧總真是有誠意啊！你看，為了讓大家能夠在元旦和春節前拿到我們的新機，並且呢，能夠讓夜神發揮威力，哎呦，我覺得盧總費心了。這說明我們現在手機部的能力很強啊！現在第一是要傾聽用戶的心聲，第二是還要有能力把心聲變為產品。好的，那我們接下來是第二個問題啊，這個問題就比較犀利了啊，這個問題問的是說內存價格瘋漲。那我們小米17 Ultra 會不會大幅漲價？哎呀，這個問題是我最近很頭疼的一個問題啊。這個內存呢，應該來講是漲瘋了。對，為啥呢？其實大家知道是在2022年幾吧，ChatGPT 然後22到23、24、25差不多3年的時間，過去的3年應該來說 AI 是爆發式的增長。造成很多的產能要去做 HPM， 就是我們叫高性能計算。這是我想講的是第一個。以前的話，其實手機是整個內存裡面最主要的一個需求方。對的。但現在其實高性能的算力已經，高性能算力之後呢，又帶來的就是這個 AI 的服務之後帶來了什麼？數據中心的整個的這樣的一個需求。所以最近數據中心需求是特別的猛。這是我覺得是第二個。然後呢，我的印象裡面，我們發 Turbo 的時候有個17B 的版本，就那個是我們2599。是的。是不是大家覺得哎呦，好像17B 相封了是吧？相封。那麼那幾年的話，其實整個來講的話，產能是過剩的，所以價格很低。所以呢，這幾年其實是沒有新增的產能，所以新增的產能要產出的話，到2027年底可能才有產出啊。那不會大規模工程可能要到2028年。那不會這幾年價格一直漲吧？所以整體我們判斷，2025、2026、2027這3年
都会是内存成本的上涨年。就是您認為有可能未來2年都是內存成本上漲？其實2025已經漲了很多了，那麼到今年2025的年底的整個成本和我們年初的成本其實已經接近翻倍吧，接近翻倍。其實我想大家如果去買像固态硬盘的這些內存條的話，其實我想大家已經就能看得清楚，最近可能1個季度的這個價格的漲幅就會比較大。其實大家我覺得可以是吧？來，我們也你们也整理了一個這個是吧？整理了一下，这個看一下，我們工作人員幫我們整理的哦。這是7月到12月台式機的內存價格曲線，大家可以看得到10月份的時候應該是猛漲，這簡直是爆發式增長。我看1000塊錢左右，現在漲到3000塊錢，是吧？太誇張了！哇，這個已經不是翻了1倍了，這個接近3倍，所以這是內存條。那麼它可以非常直觀的來去反映今天大約內存上漲的一個程度。如果其實大家的話想要更多了解，其實大家找一下豆包，直接輸進去就是大家問幾個問題：第一是內存成本就上漲了多少？第二，你預測一下內存成本大約還會漲多久？其實我想豆包也會給你大約的這樣一個基本的一個答复。那盧總，按照您的經驗看，您覺得這個會對我們產生多大的影響啊？這個影響就是成本的猛增啊，我覺得都不是漲一點的問題，是要猛增的啊。可能我們的判斷，因為已經漲了差不多1倍了，那麼可能你這麼說，我覺得我們15 Ultra 6499這個價格是不是其實不太現實了？其實，在小米15 Ultra 的時候，我們發布的時候，在那個時候我都說6499是我們今年的最後一次。那個时候我們完全沒有考慮到內存，那個只是考慮到什麼處理器成本的上漲和相機配置的上漲。所以說我們在發布小米15 Ultra 的時候，我們說6499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但是今天我們又疊加了內存的，其實今天內存的成本的大幅上漲已經遠高於了其他的像處理器啊、像相機啊這些，其實它已經變成一個大頭。所以這一次我們的今年的壓力是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那麼這一次我覺得即使一定會漲價，並且我覺得要漲的還是有點多啊，有點多。但是這個上漲我覺得是跟內存成本上漲或者整體成本上漲，我覺得還是低的。盧總，如果按您這麼說，其實我們現在應該盡快買，因為它未來可能會持續漲哦。我覺得大家可能未來會看到我做幾個預測吧。第一個就是1個季度可能比1個季度可能價格要貴，這第一個。第二個，大家可能很快就會看到一些老品的價格上漲。我的天哪！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它因為大家都沒辦法嘛，對吧？所以說整體來講，在未來的，如果你在未來的1年到2年你有新機的需求的話，我建議大家提早買可能會更加划算一些。哇塞，這個真的。但是我覺得不論我們怎麼漲價，但是我還是想告訴大家的是，大家一定會物超所值。我覺得這個產品一定配得上它的價錢。所以這個劃一劃重點啊，盧總剛才說對整個內存漲價的趨勢呢做了一些解讀。從這個角度來講，第一個，我們小米17 Ultra 肯定是要漲價的，並且這個漲價受這個漲價影響的因素還挺多。而且盧總也講了，說未來可能趨勢性的持續上漲，所以大家有新購機的需求呢，不如早買，對吧？就小米17 Ultra 跟小米15 Ultra 3大件，第一是處理器升級，這個成本要漲；第二相機大升級；第三就是內存成本暴漲。3大因素。但是盧總也說了啊，我們小米17 Ultra 的定價一定會讓大家覺得物超所值，好嗎？那我們接下來這是第3個問題啊，盧總，網傳17 Ultra 不止1款，這是真的嗎？其實我最近也陸續看到大家 P 了一些圖，P 的挺好看的，挺好看的，真的。但是我覺得今天我們就不再抱得這麼足了吧？我覺得刘導不可以的，真的可以，盧總，你看。您說就是爆料，你說就是泄密，我說就是泄密了。对。我觉得刘导发布会好不好？刘导发布会一定会讓大家有驚喜。好的，有驚喜。那我們其實剛才聊小米17 Ultra 聊得已經挺爽的了啊，我覺得大家已經獲得非常多的信息。但是呢，很多網友也在問說，大家也不會都買小米17 Ultra，還有很多朋友也特別關心我們其他檔位的手機會不會有新品。其實呢，我覺得。我們中端機就是我們的王牌系列，就是 Redmi Note。那麼應該來講的話，絕對是一款國民終端產品，對吧？臨對今年的話呢，我們Note 15 Pro 的系列呢，也推出了2款新的顏色。今天晚上我們就預售啊，1月1號10點鐘正式開售。應該這是2款是吧？對。一款是，要不我們拿起來看一下，一款是 Note 15加的摩卡增，這款是摩卡增，这款是摩卡增，對吧？這一款叫車厘子紅，要不我拿摩卡增，你拿車厘子紅。哇，這個顏色好漂亮啊！對。哇，這真的好漂亮。對，非常漂亮。你這手裡的是車厘子紅。是的。Note 15 Pro，那我手裡這款呢就是摩卡增。
Note 15 Pro 加啊，两个应该说都是素皮，质感都非常的好。没错没错，都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说现在正是吃车厘子的季節啊，这个颜色非常的应景，并且马上元旦也要到了，对吧？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新年的颜色。冬天望上去，其實由於它是一個素皮，所以說它不會那麼冰涼，溫潤柔軟，並且還耐當啊，特別好。對，所以說這個顏色我覺得應該是過年，我覺得非常的應景應色。哎，盧總正好也給我們介紹介紹我們的 Note 這兩款產品唄。其實我覺得 Note 的話，這兩款產品是我們今年應該我的印象裡是8、9月份發的，7、8月份發的。對，7、8月份。其實Note 我們有個代號叫小金剛，是的，對吧？小金剛就是第一是品質杠杠的，品質杠杠的。我發 Note 7的時候，我想大家已經 Note 7的時候大家已經記憶很深啊。那麼我覺得我們其實教研了非常多的，像很多戶外工作者，其實他們的工作環境其實對品質的要求是非常嚴苛的。那麼我想給大家介紹幾點啊，第一個就是特別大家在戶外工作時特別容易摔落，是的，特別害怕所以屏幕碎了之後呢，換起來要花很多的錢，對不對？所以我們這次搭載小米龍晶的玻璃，並通過了 SGS 2米的反覆的這樣一個接落測試，大家可以防水使用，並且還支持什麼 IP68 的防塵和防水，通過了難得2米的24個小時的這樣的一個測試，防水測試，並且我們還升級叫濕手觸控的2.0，濕手觸控2.0，下雨下雪天你可以用它來去操控這個手機，並且這個屏幕呢也是一塊1.5開的超級的陽光屏，一塊大屏6.83寸的大屏，那麼屏幕呢又大又亮，然後呢戶外的時候呢也看得非常的清楚，並且它還有一個叫400%的立體聲的大音量，如果在戶外嘈雜的環境裡面呢，也可以聽得非常非常清楚。哎，我們盧總這個介紹起 Redmi 的產品，真是侃侃而談啊！對，非常感謝盧總的介紹。那今晚呢，我們小米商城 Note 15 Pro 系列的新配色就已經開啟預約了，我們會在1月1日10點開售，也歡迎有需求的小夥伴們呢，大家可以關注一下。這兩款配色真的非常漂亮，無論是摩卡棕還是車厘子紅，都非常的好看啊，推薦給大家。那我們今天的新品爆料環節差不多就到這兒了，我們得聊點輕鬆的話題了啊。這是盧總第一次在武漢直播，哎，盧總您是第一次來武漢嗎？給大家講講你對武漢的印象啊。武漢我倒是來的蠻多，今年就來了好幾趟了，是吧？但是呢，我覺得因為武漢我們在的這個地方是東湖開發區啊，那麼我覺得我對武漢的整個的印象呢，我覺得叫科技感滿滿。其實在這個區啊，我覺得除了小米這一類的高科技公司之外呢，其實還有一些像我看到無人駕駛，其實我在武漢呢已經看到非常多的無人駕駛的出租車。並且我聽說啊，武漢還擁有全球最大的自動駕駛運營的服務區，還有多家自動駕駛的企業呢，在當地來去做運營，並且已經覆蓋了整個的核心城區。我覺得武漢這種鼓勵和包容科技創新的態度，真的讓人非常的欽佩啊。那麼我們所在這個地方叫中國光谷，就東湖新技術開發區，也是全球最大的光纖和光纜的研制的這樣一個基地，所以稱為叫中國光谷。那麼這個附近呢，我們旁邊就是華星光電啊，還有天馬，還有長江存儲，這也都是小米的合作夥伴。許飛，你是第幾次來？我第二次來。第二次來，要不你說一下你的印象？哎，我其實剛才在前面那個暖場的時候也跟老魏聊過啊，因為每次都特種兵，所以其實我對武漢的印象呢沒有那麼清晰，但是模糊的印象裡面，我覺得武漢還是莫名的有一點未來感，很多地方都像在看科幻片一樣。我昨天從機場來的路上啊，就看到這個有一個叫空軌，光谷空軌啊，光谷空軌那個軌道是在空中我覺得很神奇。聽說這個基板是透明的我真的覺得很神奇，對吧？包括我們所在的這個我們的家電智能工廠，哇，也非常的有未來感。就是我想問一下盧總啊，咱們這個工廠能不能對外開放啊？哎呀，因為我們這個工廠呢，我們對外宣傳了之後，有特別人說我們想進來看，是啊，但是我們真的還沒有這個想法，我們覺得就是一個大家電工廠嘛，對吧？很多人來看，所以我們決定啊，明年我們想免費對大家進行開館，這樣一個免費的參觀開放，好嗎？哎，我真的覺得值得一看。你看咱們的汽車超級工廠，對，現在已經成為北京的科技旅遊景點了，對吧？我們現在一年能夠接待12萬人，12萬，相當於每個月有1萬的人來參觀。我覺得這個真的特別棒。而且我們這個智能家電工廠，大家看到了，跟我們的汽車工廠有一些地方很相似，有些地方又不一樣，非常。所以我期待呢，我們的武漢的家電的智能工廠能夠成為我們武漢工業旅遊的一個新指標。哎呀，真的是，你看我們在這樣一座科技感滿滿的城市裡面，和這種科技感十
十足的工厂裡面做直播，我覺得真的是挺有感觸的啊。我記得去年您是不是差不多也是在這個時候做了一場直播，好像還立了3個 flag。對，你要給大家匯報一下，對吧？咱也算個年終總結。年底了啊，再給大家呢做個年底的總結匯報。直播前呢，其實我看了一下我的3個 flag 啊，我覺得應該算是完成了，叫2個半。2個半是什麼鬼？2個完成了，有一個呢沒有完成，完成了半個。你对，別，咱們得認認真真的檢驗一下啊。所以來大家看，我也準備了一些道具，咱們看一看盧總的3個 flag， 請盧總一個一個給大家匯報一下啊。flag 第一個呢是高端化再上新台階，小米15 Ultra 大賣，小米17系列比小米15更加大賣。盧總，這個您覺得完成怎麼樣？其實什麼叫高端化再上新台階？其實就是我多次講過啊，我們在4000元、在6000元這個價格段，我們已經立得很穩，大概有20%左右的市场份額。但是我們在6000加之上，我们的份額不夠，所以當時我說我們一定要在6000加要上量、上規模，這叫上一個新台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今年的話，首年的幾款產品，小米15 Ultra 6開加，然後我們今年9月份小米17 Pro Max。也是賣得非常6開加，對，所以這2款其實就是我們在這個策略和目標之下的我們打的。那麼小米17系列，我想大家已經非常清楚，是我們小米數字系列史上最火爆的一代。應該來講的話，我們5000就突破了100萬，也是雙11期間能夠在銷量上抗紅 iPhone 的17的，我覺得國產的旗艦，並且這一次我們真的是強勢一次性突破了6000加，我覺得我們這次變陣，我覺得非常的成功。標準版 Pro 版和 Pro Max 版本。所以我覺得這是我覺得是非常非常自豪的。所以這2款產品，我覺得應該來講的話，我覺得我們都取得很大的成功，並且今年大家發現了沒有，我們的產品的發布起檔了。是的，我們小米17系列起了1個月，沒錯。我們這一次小米17 Ultra 我們差不多起了2個多月啊，2個多月。所以說我們這次的什麼重代的高端旗艦，我們基本上都在當年我們都把它去發布了。哎呀，這算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啊！我覺得你看我們的產品力確實很好，因為好產品才能贏得用戶的信任嘛，對吧？並且我覺得還有一個我覺得非常我覺得自豪的數字，就是說，其實大家我們去發布 OS 的時候，大家發現我們做特別多的 iPhone 的生態互聯，對吧？所以因為我們發現一年比一年，我們 iPhone 越來越多的用戶流到小米的系列裡去，比例越來越高。那麼今年的華為統計底下，在前11月，就是11月份到11月份，大約有450萬的蘋果用戶從 iPhone 換到了小米手機，或者是成為雙持用戶。哦，前面11個月就450萬的蘋果用戶，所以全年的話，變成了我們的小米的用戶，接近500萬用戶。哇，這個真的很厲害。好。而且這個過程中，其實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啊，來降低蘋果用戶切換到我們的門檻。尤其是我們跟 iOS 的生態兼容呢，其實做得特別好。我們無論是我們推出的 iPhone 消息的雙向同步、貼一貼分享視頻和照片、雲相冊的跨端備份，都特別受到大家的喜歡。我們小米手機的妙享桌面還適配了 Mac 和 iPad， 可以在蘋果電腦和 iPad 上呢使用我們的小米手機。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更多的蘋果用戶可以試一試我們的小米設備，真的還是挺好的。那好，接下來我們看我們的第2個 flag， 羅總你還記得嗎？澎湃 OS 再上新台階啊，這個基礎體驗更好，發版更快，這個完成的咋樣？這個我覺得，因為這是我在去年上半年吧，對，我就把 OS 那個時候反正大家就罵我們嘛，对吧？对，然後就變成了您的總裁工程。我就說那行，那我來牽頭來去幹這個事情啊，所以我覺得這一年下來，其實我覺得 OS 3發布之後，當時我們的 slogan 叫事事順心，对吧？當時就讓大家順，其實我想大家已經看到說，的確我們的交付的表現和這個順字，應該來講的話，我覺得基本大家非常的認同，沒錯。並且呢，我覺得像超級島這個功能，雖然我們是最晚發的，但是呢，它的交互卻是大家認為是口碑最好的。是的，並且我們這次超級小愛啊，一步之達，超級小愛的一步之達，讓大家也眼前一亮。我們也覺得說 AI Agent 這個大方向，我覺得我們走對了。哦，可以看到說，盧總真的做了好多的工作啊，對，把發版節奏也理順了，对吧？我們這次是先發了 beta 版，再發了正式版，這樣我們 beta 版呢就能快速響應用戶的問題，這樣我們正式版發布的時候質量就有了很高的保證。另外呢，系統體驗做得很好。對，當時我們是一個日清的機制，我還去探班他們怎麼去開日清會，对，並且還解了很多什麼應用性的問題。是的，還有基礎體驗也變得非常非常的好。最近我看大家口碑呼聲特別好的叫對接後台，是吧？相冊編輯啊，我覺得這些應該來說，大家我覺得也給了非常高的評價啊。我覺得這個，我覺得今年我覺得還是完成了啊，還是滿意的。哎，為我們軟件團隊啊，我覺得點讚，真的。好的，那我們來看看第3個 flag。哎呀，有點不妙呀，盧總。
這個抖音粉絲500万，每1到2月開1次直播，有点不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说我只完成了半个啊？是因为只開直播完成了。今年的話，我應該來說這是第7場直播，已經做了6場，所以呢，我覺得基本上是2個月，平均2個月做1場直播，這個是完成了。但是啊，我覺得這個粉絲數量，哎，我給您播報一下啊，我現在實時看是274.6萬，274，不太妙呀，盧總。啊，我覺得。看來還有10天的時間，肯定完不成了。盧總，您這個進步空間還是非常大的。完不成了，反正我覺得，我發現這個漲粉啊，我覺得還挺難的。這個比這個整財還是要難做，所以我非常欽佩那些是吧？這個粉絲是吧？上千萬的這樣的一些博主，我覺得還是很厲害。當然了。還有10天的時間啊，拜託大家啊，多幫我漲粉，行嗎？哎，您還想趁這10天再刷 KPI 是吧？對對，咱們的團隊是吧？到年底了，給大家多抽獎也行，是吧？哎、話說小夥伴們，還有10天的時間，大家也可以幫盧總衝一衝這個 KPI 啊。但是我感覺您跟這個500萬的差距是有點大，很大很大。你有沒有這個復盤一下，這個漲粉為什麼進度不達預期呢？不夠帥。哎，好了，不開玩笑了。因為除了3個 flag 以外，其實今年我們做出了非常多的新成績。比如說大家熟悉的小米的科技家電，我們就幹得很不錯，數據特別亮眼，對吧？可以說是全面突破的一年。我們1月到10月呢，空調的收入增長了40%，冰箱的收入呢增長了31%，洗衣機的收入增長了53%。你看，我們空冰洗每一個品類都有很大的這個進步，並且啊，我們1到10月小米家電的收入和銷量都在快速的增長。盧總要不要給大家分享一下？哎，我們為什麼今年幹得這麼好呀？其實我們在把大家進入戰略業務之後啊，我覺得首先我們還是確定了我們的一個戰略方向和原則，就是我們說要堅持做產業創新的引領者，產業價值的貢獻者，並且要做產業進步的推動者和鞭策者。我想這一點呢，應該得到了大家的整體的認可。首先，大家看到我們的科技創新啊，我們覺得說，只有把紅海變成藍海，做用戶需要的產品，我覺得我們才可能是吧，在這個產業有所價值和創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有雙曲洗啊、雙出風啊，像 Pro 的雙風輪等等等，我覺得都是一些科技創新。第二個是堅定的投入智能製造，來去賦能我們的合作夥伴。大家也看到了我們整個的智能工廠。那麼這些工廠呢，我們都會把它賦能到我們的整個的合作夥伴裡面去。第3個就是要加快我們的全球布局能力。所以是今年的話是大家的出海的元年，我們已經在歐洲、在東南亞都布局了相應的渠道和服務網絡，我們已經完成了閉環，並且再加在我們的新零售，應該是獲得了我覺得整個的用戶的這樣一些好評。沒錯。所以我說中國家電呢，我覺得我們一定要走出去，啊，在國內不要內卷價錢。要卷價值，然後我們要一起攜手走到全球市場去。哎，但是盧總，實際上啊，大家還是有一點擔心的，所以我也收集了幾個比較尖銳的問題啊，問一問大家。你看，自建工廠聽上去投入很大，所以會不會讓產品變貴呢？我覺得這個大家問的很實的問題啊。對，這個工廠呢，應該來講，大家看到，我覺得投入呢確實非常的大，應該說各種技術啊、設備啊都是行業領先的。但是我想告訴大家，從長期來看，這樣的投入不會影響我們的競價，並且我相信呢，先進的技術投入，它會帶來更高的品質，沒錯，更高的效率。長期來看，應該成本會下降。是的，是的。所以同時，我覺得我們還用我們的家電工廠來去賦能我們的合作夥伴，幫助他們去提高品質、提高技術、提高產能，來什麼？降低成本。沒錯，沒錯。所以其實剛才盧總已經回答了大家的問題啊。大家電工廠呢，我們一次性的投入確實是很大的，但如果我們用一個更長期的視角來看，它讓生產效率變得更高，產品品質變得更好，所以肯定不會讓產品變貴，大家不用擔心。好，那我們再看看大家還有問題啊。哇，是說我們空，哎，對，你看大家非常關心，我們空調的10年包修有限制條件嗎？這個也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啊，因為空調還是。它有產品，還有多個產品，還有配件，還有服務，是吧？是的。我一句話來總結啊，在2025年1月1號起首次安裝的小米空調，只要在10年內出現質量問題，維修不花用戶1分錢。我不知道我這句話講明白了沒有？很明白。那麼好，我就包含多少啊？第一是維修服務全免費，包括上面的人工啊、檢測啊、更換配件、加服啊，全部免費。這是第一。第二個是。核心配件全部免費，包括我們的壓縮機、蒸發器、監控板、遙控器等等，全部免費。最後就是所有的品類
全免費，包括櫃機、掛機、中央空調，一律免費。所以希望大家理解我們整個的範圍和種類。但是如果是我們產品的質量問題，我們保修；但如果你是人為損害的，它不在我們保修的範圍。理解。人為損害肯定是不在保修範圍之內的。所以你看大家可以放心的選擇我們的空調，并且剛才在我們整個工廠參觀的過程中，也能夠感受到我們有大量的非常先進的 AI 檢測，能夠確保我們出廠的每一台空調它的都是高品質的。好，那我們再看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小米自己工廠生產的產品和代工產品有區別嗎？用戶應該怎麼選？這問題挺尖銳的這個問題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那麼首先我先說一下，小米有的這家家電智能工廠，我們的定位不是取代我們的代工厂，我們還會跟我們的合作夥伴一起。沒錯，我覺得這是一個。那麼我們為什麼去建這座工厂？即是為了驗證新的技術。我們的新技術會率先在這個自建工厂内去落地，并且我们的新工艺，并且其他的像一些新的智能制造，我们都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研发中心，我们有实验室，我们在这里也有实验室，所以实验室会切进我们的工厂，来方便我们的技术的验证。这是第一个。第二是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制造的效率，所以通过智能化、自动化来提高我们的运行的效率，来优化成本，来推动我们整個產業進步，並且我們會把高端的產品放到這裡去生產。所以剛才大家看到的我們的中央工廠的雙風輪，我覺得都放在這裡去工廠。所以呢，我想強調的是呢，小米所有的家電產品都擁有非常嚴格的品控，並且擁有品控的一致性。同時，我們自建工廠的能力也會賦能我們的合作夥伴，會幫我們合作夥伴的品質能力也全部都拉齊。所以，不論是我們自己生產的，還是我們的合作夥伴幫我們代工生產的，大家都可以去放心購買。所以簡單來講大家不用糾結這個問題。其實本質上我們是通過高品質的要求來保證了我們所有家電的高品質，大家可以放心選購就行了。那這裡呢，我也想接着盧總的話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呢，我們小米已經建成了手機、汽車、家電3座智能工廠。你看，正好是我們人、車、家3大品類，對吧？我們在3大核心品類裡面都已經實現了全面的自產自研。未來呢，我們還會長期堅持的投入智能製造，推動整個產業鏈的進步。好吧，那我們其實家電聊的也挺多的了我們再聊一個大家特別感興趣的話題，那就是 AI。因為整個 AI 的浪潮下我覺得大家的關注度都非常非常的高。那您要不要給我們分享一下我們小米 AI 的最新進展？我想這2天大家看到了我們的大模型的 V2 Flash，應該來說關注度還是非常的高。所以今年呢，我覺得我們在大模型方面，在 AI 方面，我覺得我也非常非常的這個激動。應該來說，今年我們的整個的 AI 業務的進展可以說是遠超預期。遠超預期。對。我們先看一下我們 MiMo 大模型應該來說我們進入了一個加速奔跑的一個新階段。在今年4到9月份，大家看到我們就完成了語言、語音、多模態等全系列的幾座大模型的一個完整的布局，並且最近2個月，我們新的大模型的成果也是密集的湧現，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想象空間。我也看到媒體說，小米好像正在加速成為一家大模型的公司。大家看到在基座能力上面，我們有 MiMo 的 V2 的 Flash。這個語言的大模型現在已經躋身到行業的第1梯隊了。第二就是像未來的智能家居，我們有 Mi Local 開源，面向未來的智能家居的探索的方向。同時我們還有具身大模型，就是我們的 MiMo Embodied 開源，也首次打通了什麼自動駕駛和具身智能的2大領域。確實，因為今年整個小米的 AI 業務確實進展非常快尤其是前2年剛剛發布的小米 MiMo V2 Flash， 大家其實關注度特別高盧總要不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個模型到底強在哪裡？我覺得主要就是2點吧。第一點就是它的推理的效率特別的高，代碼的能力也非常強。那麼在多個 agent 的一個評測的基準中，位居全球開源模型的 top 2所以說超強的代碼能力讓普通人也可以寫出很酷的代碼，像我這種不會寫代碼的也可以寫代碼。你只要提需求就行了。第二個就是它的推理的成本比較低，生成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那麼我們 V2 Flash 的推理成本只有全球頂尖閉源模型標杆 Cloud 4.5 Sonnet 的它的2.5%，但它生成的速度卻提高了2倍。所以前2天呢，我也試驗了幾次，那有一些非常好玩的應用，例如你可以模擬 macOS 的操作系統，模擬太陽系的運行的軌跡，甚至可以自己設計一個小遊戲自己來去玩，大家可以去試試對，然後很多人也特別關心我們小米 MiMo 大模型的未來進展盧總能不能給大家再多透露一點？那麼現在我覺得我們不能再透露太多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說 ，Flash 只是我们第2代 MIMO 极弱大模型的一个守护的成果，它只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后续我们也会陆續公布其他的一些模型的成果。但是我想大模型的核心價值還是在於應用，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去加速 AI 邁向物理世界。哎，沒錯，我覺得這個也是今天還是在虛擬世界。對，而且這個我覺得這是我們小米的特色，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智能硬件的設備，對吧？有很多傳感器，我們在跟物理世界做交互。對，因為 AI 終究會改變大家跟所有的硬件交互的方式，我們也很期待能夠給大家帶來更多的好產品啊。那這麼來看呢，雖然盧總不能透露更多了，但是我們的 AI 團隊今年的進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那聊到這兒，我還想再問一個話題啊，盧總，最近 AI 手機的話題又特別火了，是的，您能不能給大家爆點料啊？其實2年前我就談過這個觀點啊，我覺得到今天為止，我就還是這個觀點。第一個是 AI 手機其實還沒有真正到來，但是我相信 AI 手機一定會到來，這是我大約的一個基本的觀點啊。那麼最近應該說豆包手機應該也非常的火，大家都在問我啊，覺得它，但是我覺得是說，它驗證了 AI 手機的市場的需求，也是一個未來大家共識的一個確定大方向。但是我覺得未來真正的 AI 手機還有2個難關我們要去攻克它。哪2個？啊，第一個就是一定要把 AI 的能力做進最底層，去打造一個系統級的 agent， 就是智能體。否則呢，它只是一個 AI 的一個功能性的手機。明白。但是呢，我們要實現系統級的 agent， 隱私安全、監管等等，我覺得都是一個挑戰，都是非常大的。這我覺得需要一個行業一起共同的努力，它是一個新的事物，需要找到一個更加安全、更加共贏用戶以及用戶認可的這樣一個路徑。所以長遠來看的話，我認為真正的 AI 手機，它的標誌是一定是交互模式跟現有有一個特別大的變化。那背後呢，我就需要芯片、OS、AI 這3大幾層能力的一個深度的融合，才能真正把它去做好。但是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我覺得小米應該說我們還是有着非常先前的優勢，因為我們有芯片、有 OS、有 AI、有終端等等。而且我們今年無論是芯片、OS、AI， 其實都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啊。那我們也很期待，我們也期待說，看看 AI 如何能真正的改變用戶使用手機，甚至使用所有硬件設備的體驗。我們期待着這一天的到來。那剛才我們已經聊了不少的行業話題和技術話題啊，有點累啊，對，咱們聊點輕鬆的啊。哎，咱們聊聊這個盧總最擅長的吧。聽說您是小米的差神啊，您算過您出了多少趟差嗎？今年到年底了，還真的有點統計啊。我覺得今年還統計了一下，我今年一共出差了26次，26次，累計109天，就是大約1/3在出差吧。但是相比去年的話，多出差了5次，時長呢也多了11天，並且今年的話，我海外出差也不少，出了9次啊，9次是國外出差。走了一共13個國家，最長的一次呢，連續走了6個國家，總共花了16天的時間。哇塞，您這真是差神！關鍵你這個指標比去年同比增長啊！增長。哦，是。其實大家經常關注我們，說你們海外出差這麼多，到底出差去幹啥的？今年的話，我覺得我出國海外出差，我有幾個主要的目標和任務啊。第一個，我覺得就新零售出海。那麼新零售的話，今年我們是出海的元年嘛，我們大約在新零售的門店，我們在海外今年差不多開了500家左右。500家。今年實現了0到1。所以明年的話，我們要提速上規模，實現1到10的這樣一個跨越，是第一點。第二個就是我覺得就是大家電業務出海啊，大家業務出海。那麼大家看到今年的話，我們空兵去陸續進入了東南亞、歐洲這樣一些市場，應該說非常受用戶的歡迎。第3個非常重要的，我覺得就汽車出海啊，汽車出海。所以今年的話，我對歐洲，尤其是德國做了調研。今年的話，我也去了一些北歐，去了幾趟德國啊。德國我印象我應該去了差不多2到3趟。我去了3次啊。所以並且呢，我們還開着我們的速七 Ultra 啊，我覺得上了德國的高速進行的這個體驗。我覺得這是那，並且我覺得應該說德國市場還是非常的難，因為德國車企也非常的強啊，也非常的要求也是非常要求非常高，所以我們是從一個全球的制高點啊，我覺得從這個開始啊，我覺得這是我覺得是我們大約今年我出差的一個。沒錯。哎，我覺得你是今年幾月份有一個新身份？我是今年4月份兼任了國際市場部的總經理。那你今年這個海外出差應該也挺多的，要不你跟大家講一下？我跟您對個賬啊，剛才盧總已經報了報數，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今年呢，我一共出差了17次，累計121天。所以如果咱比天數，哎，我其實比盧總還多幾天啊，但是次數不如您多。那我今年海外出差其實明顯增多了啊，我出差9次，累計到了93天，都是海外，差不多有1/3的時間都在國外。最長的一次呢，一下就出去了18天，去了6個國家。6個國家，其實連續18天還是好累的。對，所以我在海外
就是跑得比较多了啊。我的感触其實一直在變化。我最開始的感覺是，好像全世界每個國家的用戶和米粉都不太一樣，各有各的特色。但是真的你出去多了，跟大家交流了以後，會發現說，其實他們有很強的共性，是吧？這個共性就表現在幾個方面啊。第一個，大家確實很關注和很喜歡小米。然後另外一個呢，大家對於我們發佈的新品尤其關注。您知道我這次出去最大的感受是什麼？小米17 Pro。真的，大家到處都在問我們的小米17 Pro 和 Pro Max，都給我問毛了，你知道嗎？因為我們只在國內賣了，我都感覺跟大家沒法交代啊。包括我們的小米汽車，還有我們的大家電，因為今年雖然是我們家電出海的元年，但是我們品類比国內相對少，所以很多人都問說，你們什麼時候能上更多的品類啊？海外用戶对我们的關注和期待度真的是太高了。上次我去了新加坡的那家機廠店我們就一台這個洗衣機就賣了30多台一個月，是，所以大家說，哎，你洗衣機品類太少了。對，希望我們能夠多上點品類。那看你今年的出来签數，我觉得好像小米拆神这個稱號，我估計我應該保不住了。保得住，要不我保得住，卢總，我就是天數比您多，不过我次數不，拆神，别，您拆神，不，卢總，我雖然天數多，但是我次數少。我也拆神，你也拆神了，真的嗎？來，好不好？行，那明年一起啊！26年國際業務是吧？我們大發展，好吧？我們的人車家邁向海外市場。對，我們要讓我們的人車家全生態加速在海外的布局和閉環。好的。哎呀，盧總，您這說搞得我有點不好意思了啊！咱們還是得一起努力，好嗎？哎，那我們最後一個環節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盧總特別愛看書，而且經常會給大家今年差不多有買了50到100本書吧，您以前是說有的時候一年能看100本書，看不了那麼多，但是會買那麼多。買得多。好，那您看到了這個環節，是不是給大家推薦一本？今年我還真的是給大家又推薦一本書啊，就是最近我在看的這本我看見的世界是李飛飛的這個自傳AI 教母。為什麼我推薦這本書呢？第一個是大家如果對 AI 感興趣我覺得可以看看這本書這本書我覺得李飛在裡面，因為李飛是大家講的叫全球的 AI 教母，是吧？所以說我覺得是說他對 AI 還有很多的認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我覺得他是一個中國出生，10幾歲才到美國的非常勵志的我覺得是一個普通家庭到了美國去，然後取得非常好的成績我覺得因為他中國人嘛，我覺得跟我們天生的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親切。另外我覺得是說他對 AI 的認知跟小米的認知我覺得非常的契合他說 AI 需要突破文字和圖像的限制，與真實世界真實的物理世界進行一個深度的融合我覺得這跟我們小米它就是這個視角模型的概念，我覺得這個小米我覺得是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契合的。是的。所以我覺得它既是一個勵志故事，又是加深大家的理解，然後又是一個中國人的一個傳記我覺得您要不這本送給我唄，對吧？我也學習一下。好，謝謝盧總，謝謝盧總。哎，那你看盧總，我們直播到現在已經2個小時的時間了也臨近尾聲了。但是我們不可免俗，一定得給總裁立幾個 flag 然後看一看我們2026年盧總對自己的2026年有什麼規劃？來，盧總，要不然您說3個 flag 最近確實也在做總結和立目標確實最近基本上也立得七七八八。我借這個機會呢，再立3個 flag， 好吧？好的。第一個，我覺得是我們要在6000家的手機的超高端持續突破。所以我覺得小米17 Ultra 大賣，甚至未來的小米18系列也要大賣。好的，加油！並且今年的話，我覺得加一個，就海外高端化，我們要加快速度。加油！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高端化。第二個，我覺得就海外的新零售。我覺得盡量實現1到0，所以說我們爭取到年底的時候，我覺得門店數量超過1000家。海外的小米之家達到1000家。新零售小米之家。新零售小米之家，好的，達到1000家。第3個就是剛才我們也聊了，是說我們在未來的話我們有芯片，我們有 IS， 我們有大模型等等。我真的希望說有一天我們是吧，我們小米的芯片、小米的澎湃 OS 以及小米的木馬大模型能夠在一款終端產品裡，我們能夠實現一個大會師。哎，盧總，我們說的不是未來是26年。26年，26年。哇，這太值得期待了。我覺得它能夠給用戶帶來一些跟現在的產品終端能夠完全不一樣的這樣的一些用戶的體驗。我覺得盧總這3個 flag 可以大家一定要記住了。明年的這個時候呢，我們再來檢查一下、驗收一下。但是
我非常驚訝的發現，盧總竟然没有提自己的漲粉目標。涨粉太难了，比做总裁。不，你别这么容易放棄，对吧？我觉得要不然你这500万的粉丝目标，咱们留到2026年，你努力一下。咱们只能来点狠活，给大家抽奖吧，行不行？对吧？你先接一下这500万涨粉的目标，26年还干不干了？不干了，真的。不是你随缘，不是你这么大领导咋这样呢？咱们抽奖，行不行？行。年底冲一下 KPI 啊，请大家关注一下我的短视频的账号，行吗？回头给大家抽一台小米17 Ultra， 粉丝先映啊，粉丝先映。哎，我真就没見過盧總面對 KPI 是這樣一個狀態啊，多少還是令人欣喜的。如果盧總您真想抽一下 KPI，也別光抽一個小米17 Ultra， 是吧？我們剛才還有2款新品呢。我這2款，其實我們還有 Note 的2款新春版，對啊 ，Note 15 Pro 和 Note 15 Pro 加，我們各抽一台，好嗎？沒問題，各抽一台，可以嗎？好，3個 flag 3個新品，可以嗎？可以嗎，小伙伴們？好，是吧？但是我還是覺得500萬粉絲這個目標應該留着。有壓力，要不你立一下？哎，我不行，那行，我們差不多收尾了啊。那我們直播到這裡呢，差不多該結束了。這也是我們武漢家電工廠投產以來，我們第一次在這兒做直播，那應該也是盧總今年最後一次直播了啊。馬上要過年是吧？好，那盧總最後還有沒有什麼要跟大家講的？馬上要過年了，我們給我們現場的小夥伴們發個紅包吧，因為大家為了這場直播是準備了蠻久的，行嗎？好的，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直播，也感謝大家過來領紅包吧，人員，謝謝大家。謝謝，感謝。來，我得來一個，辛苦大家，我得來一個，辛苦大家。哎呀，辛苦。我這就10塊，我這就10塊，不會都是10塊吧？